上8斤牛肉，等上30天，只为在家破解米其林餐廳裡688一個的上海最貴漢堡。麵包極度蓬鬆，肉餡緊實濃厚，風味接連外用，鹹辣瘋狂相融。看有後工廠把它的價格打下去，你們猜它的成本其實才多少錢？所謂高級定制，就是用上了4個不同部位的熟成牛肉。買這4塊肉花了1668。注意，這筆錢是沒法省的，因為乾式熟成的鐵律是肉塊必須夠大夠厚，中心部分才能完成風味的轉化。可惜我的守成櫃只存放着做了500多天的神秘料理，只能用冰箱加熟成袋作為平替。袋口要保持乾爽，才不容易漏氣腐壞，還得揉搓起皺，才能避免封口的時候回彈破漏。意想不到的地方翻車了。唉，我以為是袋子的問題，結果賣家說是我的機器不行，不能用封閉式的，要用這種敞開式的。所以第3天8點，在熱心賣家的推薦下，我買了一台新機器。要是這次還不行，我就給他打差評。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都封上了。為保險起見，再多封幾遍，因為接下來的1個月，他們要在冰箱裡待上30天。這個時候，高考查分遠超預期的同學肯定會問：喵喵，什麼是乾式熟成了？我用1句話教會你，就是在嚴格控溫控濕的環境，人肉表面的水分緩慢蒸發帶肉本身的酶，慢慢分解肌肉纖維蛋白，以達到去水增堅、化韌為嫩的效果。你聽懂了嗎？此時的牛肉結出了堅硬的外殼，布滿了深刻的皺褶，摸起來像風乾的皮革，聞起來有發酵的微澀。沒壞。哇哦，這個漂亮。乾式熟成肉之所以貴，因為有損耗，外殼會乾硬發腥，甚至有雜菌附着，必須通通切除。足8斤牛肉，切完後只剩下4斤不到，光損耗就有800多塊錢。Oh no! 但剩下的肉還能做20個漢堡，單個肉餅的成本是87塊錢，這生意有搞頭。然而當時的我還全然不知，難的都在後頭。店家自製的布里歐修麵包，顏色深棕泛紅，組織細膩蓬鬆，以至於咬下去的第一口比肉餅還讓人傷頭。無奈搞不到原版配方，只能憑借我多年的烘焙經驗，從一堆布里歐修食譜裡挑了個看着最靠譜的。你們猜我能不能一次成功？如果沒看過原版，我會覺得這麵包還行。但事實是，原版又黑又高，我的又黃又扁，都算不上高仿，頂多算個山寨。8點，高度不夠，大概是發酵不足，所以我把乾酵母換成了鮮酵母，應該就能膨得更高一些。色澤不足，應該是烘烤的溫度不夠，所以這回我直接調高了20度。黑呀，我好黑呀！顏色嘛倒是對了，但蓬鬆度還是不夠。8點。為此，我針對性地研究出了第3版配方，將牛奶提前冰凍，攪打時就能降低面溫，保持酵母活性，再增加白糖的用量，發酵便能更加順暢。希望這第3版配方能夠順利膨脹。唉，無論怎麼做都會矮一截。本以為這次一定能成功，所以還多做了一個麵團，準備批量生產的。沒想到第2天打開冰箱，居然長這麼高了。這難道在冰箱裡隔夜發酵才是正解嗎？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自己長成了參天大樹。我有強烈的預感，這次一定能行，請大家一起為我加油打氣。哦，長高了，長高了，這次終於發起來了，哈哈。太漂亮了，不僅有原版的蓬鬆度，還自帶皸裂紋的做舊感。愛吃的女孩運氣果然不差，現在只差破解這神秘的黑色醬汁了。店員說，除了柬埔寨的貢布胡椒，醬汁裡還有黑芝麻。這也不黑啊。顏色嘛，加點墨魚汁一定會更黑。但味道嘛，原版不僅聞着嗆，吃着辣，還有一股明顯的鮮味兒。所以我偷偷加了一點小米辣，又熬了一大鍋蛤蜊湯。這樣一來，保證色香味俱全。哇，太酷了！終於到了組裝的時刻，好激動喲！
距離牛肉到手已經過去了37個日夜，30天熟上的牛肉敦實厚重，4天凝成的麵包輕盈軟柔，古老野乾酪碎芳香醇厚，不离奶酪厚片流心軟糯。如果你覺得我做的還不錯，還請你舉起點讚的右手，然後我們一起品嘗品嘗這37天的成果。先麵包带肉，咬一小口。面包的口感就像在啃枕頭，咬下就坍縮一丟丢，鬆開又回彈一丟丢，仿佛浸潤着奶香的雲朵咻咻咻的融進了舌頭。至於肉，12扇肉丁般顆粒分明，12扇流心般渾然一體，牛肉的葷香泛濫絕地，胡椒的香隨即升起，芝士的鮮香絲滑前行，洋蔥的清甜忽然躍起。有溫有燙，有暖有涼，有甜有嗆，有鹹有香，豐富的口感就像音樂節的現場，全場高聲歌唱着。好了，視頻的最後我們來算一下成本，單個漢堡的食材成本是98塊，但屏幕前的你如果只是想嘗嘗這個味道，我建議你直接買現成的熟成牛排會更省事。而我為了熟成這些牛肉，前後花了2231，血虧嗎？不。我用足足37天和大家一同體驗了4塊生肉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為上海最貴漢堡的完整過程。這些經驗和答案對於美食博主來說肯定不虧，我還把它整理成了完整的食譜，你們在家裡做也能復刻出大致的風味。如果這個過程能讓你看得過癮，或者這個菜譜對你有一點點幫助，甚至願意給我點一個不要錢的讚，我就血賺。